苏锦念，盛京人，年25，短命横死。看来你做人也没做出个什么样子来，下辈子不如做牛马好了。我一生安分守节，行善积德，到头来却被自己的臣被人掐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在这里的人不止你一个，你还是节哀吧。我没有错，我为什么要认命？今生我一直以为，只要忠于一个人，就能白头偕老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那姓谢的却是我的业障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这位鬼魂，请你冷静。我怎么冷静？我要重活一世，我要让那些欺负我的人都不好过。我不要再做窝囊废，我要有数不清的男人，我要把他活活气死，活活气死！住口！生死轮回早有定数，岂容你擅自重生？你不怕魂飞魄散吗？我都死了，我怕什么怕？就算是脱不了胎，转不了世，也要上前让那个姓谢的给我陪葬。是怨气啊，好强的怨气啊！啊！你！燕君，莫要靠近，过于狠厉了。啊！燕君，不好了！咱们的生死簿是双面印刷，他撕下那页的背面还有一个名字呀。何人？是萧炎，此人乃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暴君呀！若是重生，怕是不得安宁啊！鬼差，抓回这2个生魂！是。皇上已经驾崩了，皇兄，皇上，暴君终于死了，苍天有眼呐！你敢忤逆本帝！风兄，你到死都没想到，你杯中的酒早就被我下了10足石的七星死，这便是你的报应。好走。诸位节哀，陛下走得突然，生前并未立储，先命我暂替他为摄政。皇上！众爱卿，等本王举行完登基大典后再行改口。皇上，皇兄，你不是驾崩了吗？太医，你不是说皇上驾崩了吗？这刚刚明明崩了呀，这怎么又崩回来了？南郡王，你刚才说的，朕都听见了，果然是你下的。皇兄，我没有。朕还没死呢，你就想登基？来人！南郡王独谋害人，蓄意篡位，罪大恶极，押下去，打入天牢。我重生了，我真的重生了。我连阎王的生死簿我都敢撕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前世姓谢的先是害我负重胎儿，如今又来害我，这一世就算是我再死一
哥哥，你说姐姐的魂魄不会朝我们报仇吧？别怕，人是我杀的，尸体已经扔乱坟岗了。而且，就算他敢回来，这不是由我顶着吗？啊！别怪我不好，他刚没了孩子，我就怀孕了，也难怪他会想不开。那是他自己肚子不争气。若是爹妈问起，就说他想不开，自己离家出走了。景瑜哥哥，你对红红真好。是吗？还叫景瑜哥哥，像个。相公救命！我的好妹妹，姐姐好生羡慕，这孩子一出生就有数不完的荣华富贵。苏锦念，你是人是鬼？我是人是鬼不重要，又像某些人人模狗样，活得还不输鬼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要抢走景瑜哥哥的，你不要过来啊！现在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？我就是要娶她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既然已经嫁入我谢府，一切就得按照我谢府的规矩来。夫君急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来数落你的，我只是觉得你怀里只有我的好妹妹一个人，太过于凄凉。你说什么？凄凉？这盛世如我所愿，只有这样的奇人之福，才能配得上你谢尔侯府的名声。我苏锦念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只对你这样的一个负心汉重心，错失了太多的快乐。你个荡妇！荡妇只允许你找小妾，不允许我找男人啊！随手拉来的4个男人，就气成这副德行，再多来几个，还不得把你气死？好啦，换个地方玩。那我们就比比看，是我找的男人多，还是你找的女人多？你干什么？陛下，有人相传您被鬼魂附了身，属下只是想确认一下。一群废物，整天装神弄鬼。你去地镇寻个人。这是哪来的女鬼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是哪来的女人？国色天香，不知她在哪里？这是朕的救命恩人，朕当时亲眼看到她手撕生子木，随后朕就跟着活了过来。就算翻遍整个圣境，也要给朕找到，以报再造之恩。陛下大概是被毒晕了头了，已经开始幻想了，还是要让太医来看看。朕的心声，拜他所赐，而朕的这一生，也将为他而活。看来病得还不轻，太医未必有用，还是召法师进宫吧。夫人说了，从今日起，搜罗全城绝世美男，姿色上等者赏银100两，中等者赏银50两，下等者赏银30两。年少不知母难好，错把小白脸当个宝。上一世我因为循规蹈矩，错失了多少快乐，这一世我不能吃，我还不能摸吗？
赏，3位勇士通通有赏，赏银100两。哇！姐姐，赶快带着他们3位勇士去谢家库房取银子去，别有风容。哎呦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走吧，跟我领赏去。下一批。谢谢爸爸。慢走啊！哎，别忘了多介绍美男过来。确定就是这里？确定就是这里？这苏锦念身为人妇，却成日败夫家家产，在外面招男人寻欢作乐，恐怕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他相公允许自己寻欢作乐，却不许妻子醉生梦死，那也算不上什么男人。不如朕来取而代之。陛下，可若是后宫那些娘娘知道了，恐怕要翻天啊！那就废了后宫，让那些女人出去，正好腾出地方给朕的救命恩人。陛下，这使不得。朕说使得就使得。少阳，朕算极品美男呢，若去了他那里，能装什么长相？完了，陛下如今这副情形，恐怕找法师来都未必管用了。朕知道，虽是翩翩潇洒，一表人才，但若是要让人一眼记住，终生难忘，保不齐还要些手段。萝卜姐姐，我这看的都快看腻了，就没有什么新花样吗？这，人间极品，白马月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扣钱。这可不行啊！哎呀，你们几个是哪来的啊？我怎么不记得有你们这批人呢？你们坏我名声，我这姿色，夫人要赏多少两？白白的衣服，白白的脸。这几日我看了无数个男人，你是第一个，让我花了10万两银子。花了钱，你就是我的人，还不让我调戏调戏，小白马。夫人有重生之恩，夫人爱怎么调戏就怎么调戏。重生之恩什么意思啊？重生之恩。相比于阎王殿的一袭白衣，你在阳间的模样倒是别有一番活人味。这个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手撕的那一页里，背面有我的名字，也正因为有你，我才能还阳，手刃奸贼。你我今日虽然是第一次相见，但已是过命的交情。你不会是专程跑过来报恩？来吧，从今日起，我的人，我的命，我的妹子，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妄改天命，擅自重生。你们躲得过初一，以为能躲过15吗？看你们往哪儿逃！哼，正好2位都在，正好我一箭双雕，2全其美。随我回地府吧，我让阎君等急了。苏启念这个荡妇，我谢家的脸真是被他丢尽了。借来的命始终是借来的，可惜你我相遇不过1天，还未彼此了解，就又要下去了。同生同死，古往今来，皆是最高的浪漫。若有来世，你我定当共结连理。我不怕死，只是我想在我死之前，我能知道你的身份和名字。竟然和外面的野男人演什么生死情深，
无耻至极，无耻至极！我的真实身份是……行了，别磨磨唧唧了，进了轮回都要忘的，给我上路吧！我去！哎呀！苏锦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男人是谁？拍腰间那个玉佩，是我当年去水阳山求来的，没想到阴差阳错救了我。谢谢啊。好你个苏锦念，装神弄鬼，不守妇道，还把这种男人带回谢家。哎呀，老远就听见动静了，怎么回事？夫君日日夜夜与美娇娘鬼混，怎么我就不能找一个美男子啊？早就听说姐姐3天2头的把男人往家里带，如今把人还带到床上了，实在是有辱家门啊！你也配说这些话？苏锦念，人家红红怀着身孕，你凭什么打她？我打就打了。当初我有孕在身的时候，你有这么护着我吗？姐姐，你向来温婉顺从，如今怎么成这副模样了？怕不是鬼上身了吧？我就是鬼上身了，怎么着？我还能咬人呢！就算我下了地狱，我生死簿都敢撕了，你怕不怕？景云哥哥，姐姐她疯了！苏锦念，你不要以为你带回一个野男人就能无法无天，你只是无耻下贱。要是在村里，你早就被拉去进猪笼了。当年收非我娘一家的鼎力相助，你们现在能有今天吗？你我成婚当时，你亲口对我说你绝不纳妾。成婚3年以来，你沾花惹草无数。我腹中孩子没的时候，你不闻不问。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跟你成婚。姐姐，你肚子不顶用，保不住孩子，关夫君什么事啊？你就是羡慕别人有，嫉妒我。好啊，可以。今日正好，我立刻合理，再把我娘的资产尽数归还。从此你想娶谁，娶谁当正妻，我皆不管。当初可是你外公镇威将军亲口说的，既然我是你的夫君，将军府的财产便尽数由我来打理。就算签了休书，你也不可能再分到一点了。他竟是镇威将军府的人，镇威将军满门忠烈，暗地里帮朕铲除了不少奸佞。如今他却在谢家尽受这等欺辱，这口气，朕会替他讨回来。谢景云，你真的是无耻！承诺不守，合离说不签，你我各玩各的有何不好？我今儿就告诉你，我就喜欢我眼前这个以身也长的男人。听了之后你就是我男人了，你比这个狗粘的好10000倍。你给我住手！住口！你敢推我？你不过是他去风月场所买来的一个伶人，你竟然如此大胆！你说的没错，你夫人以10万两白银买下了我，他是什么地，我便是什么地。没想到这人还挺配合，看来还真是生死之交的默契。你夫人跟我在一起，只需时刻想着如何快活，无需想着传宗接代。你纵然是在皇室，也要等到皇上心里无忌，才论立储之事。这谢公子这么急着就搞大另一个人的肚子，莫非谢公子年纪轻轻便身体透支，担心自己日后不祥啊？对啊，夫君，我眼前的男子比你长得帅，身材比你好，又比你年轻，我也比你好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俩就是情投意合，跨越生死的爱，畜生是理解不了的。你这货简直不要脸！这才过去几个时辰，你就跨越生死了，画板都没你会编。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当初要不是你娘勾引我爹，我跟我娘能被赶出苏家吗？我虽姓苏，但是我是将军府之人，将军府的规矩，能动手我绝不动口。我这就告诉爹娘去。慢着，你又要干什么？相公，
今日我买下了此等绝色，可是花了10万两。我现在是正妻，你又不合理，帮我还钱20万两。苏锦念，你买男人花10万两，为何问我要20万两？买是一笔钱，未来的吃喝玩乐又是一笔钱，给钱。苏锦念，你休想！你身为侯府夫人，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还敢问我要钱？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谢公子，小人在圣京也算是有点人气的。若你不肯付这个钱，这事情要是传出去，恐怕对侯府名声不好。对啊，你不是很在意谢家的名声吗？你不给钱也没有问题，到时候千万不要滚。类似于什么牛郎阁啊、白马院啊、谢子吧，找你有诈。你们气死我了！说死就死，这么讲信用？景玉哥哥，来人呐！景玉哥哥，快点上来抬走！我前世的风雨皆拜你所赐，可惜在地府走了一遭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。抱歉啊，我遇人不淑，让你见笑了。虽然我花钱买下了你，你我有生死之缘，但我毕竟是他人之妇，我也是改变不了。那个人根本不配做你的夫君。可是当年是圣上下的婚约，想要解除婚约，谈何容易啊！既然是圣上定下的婚约，那便让他收回成命即可。一纸诏书而已，这有何难？你有办法？以我的身份，举手之劳。你的身份？我会替你拿回诏书，让你和那个姓谢的男人和离。待大事一成，我的身份你自会知晓。卖关子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花了10万两买下你的，我现在是你老板，要唯命是从。说。我这个人一向喜欢给人惊喜。惊喜还是惊吓？你不会要做伪造吧？不行的，这是有杀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当今的圣上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他是个暴君，杀人不眨眼。你我都是死过的人，还怕杀头啊？如今我们已是过命之交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对你定然是句句当真。虽不知他有何办法，但从暴君手中拿到诏书，定然不是容易的事儿。他竟真愿为我做。后宫的女人个个怕朕，待你与那姓谢的和离，朕便清退后，只留你一人与朕相伴。我承诺过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。明日诏书如约送到谢家。堂堂鬼差，我索婚失败，还让两人在这卿卿我我，本王还是让黑白无常去吧。景彦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小的前世便是被那暴君所杀，抢了我的妻女，误了我的村子，此仇不报，小的誓不为人。小的誓不为鬼。这才认识几个时辰，陛下就对一个有夫之妇掏心掏肺。看来太后说的对，是该给陛下找个皇后来排解陛下内心的空虚。编排当今圣上，可是杀头的罪啊！是啊，陛下，您终于舍得出来了。这女子她结过婚，有过相公，您就换一汪水，这水啊都浑了。水至清则无鱼，朕不但不换，朕还要为他拟一纸诏书，祝他和那个姓谢的成功和离。陛下，自从您登基以来，铲除了许多贪官污吏，您手段太过强硬，导致民间传出您是昏君。如今您再这样挖人墙角，恐怕与您作对的就不止南郡王一个人了。朕这一世因他而活，也因他而死。朕心意已决，别再劝了。怎么了？陛下成恋爱脑了？老亲家，你呀可真会养女儿，家红红的公子可真争气呀，像那个苏锦念，整天拉着个脸，看着都晦气。若不是当年将军府有功，外加皇上赐婚，她断不可以嫁给我们谢家的。哎，当年他娘带着她从苏府分家出去，我本是不想管她的。如今她做什么，
都与红红无关。小亲家可千万别误会啊！那是自然的，红红贤惠温和，岂能受那怨妇的牵连？亲家母，既然红红已有了身孕，那不如我们就选个良辰吉日，早点把这婚事给办了。对，红红嫁进来呀，不能只做妾。景瑜，你不如把红红抬为正妻，与锦念平起平坐，为咱谢家开枝散叶才最重要。孩儿也是这么想的。红红，赶快起来！景瑜，你怎么当的相公？红红现在有孕在身，怎么能让她跪那儿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只要爹娘开心啊，让红红跪多久我都乐意。毕竟我的脾气不像姐姐那样，一不高兴就出去找别的男人。什么？别的男人？苏锦念出去找别的男人？哦，爹娘，都是些混账事，传出去也丢人。他的婚事若不是先皇赐下的，我早就把他给休了。既然相公早有休妻的打算，不如今日你我正式婚礼，然后将我娘家的财产尽数归还，再将我的好妹妹抬为正房，一步到位，如何？荒谬！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虽为正室，这3年多也未给谢家添个一子半女的，你没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。现在有人替你诞下孩子，你应该感到高兴，不是在这阴阳怪气的。景念，这里都是长辈，你怎么说话的啊？如今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？人家景瑜不过是娶了你的妹妹，你看看你，这不情那不愿的。为父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教我？您教过我什么呀？我叫您一声爹，只是因为您生了我。当年你为了这个女人，请我跟我娘赶出家门，如今我只认将军府，不认苏家。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？反了你了！哼！这个狗男人，在我为我娘尽孝期间，沾花惹草无数。你以为他娶了你会对你一个人忠吗？苏锦念，你不要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带入到我身上。你自己没本事守不住男人，不要现在看到我跟景瑜哥哥在一起，你就小心眼嫉妒。小心眼嫉妒？你们一家人可真是奇怪。我好心好意要跟这个狗男人和离，好让你满足霸占别人男人的愿望。你说我小心眼嫉妒你？懒得跟你们废话。谢景瑜，今日你签了这份和离书，再将我娘给我的财产尽数归还。从此以后，你我一别两道，你爱娶谁娶谁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苏锦念，你急着要回财产，是想养那个男人吗？我让你养男人！岂有此理！老夫活了大半辈子了，真没想到这等丑闻有朝一日还发生在我们谢家。谢家公息怒，都是小人管教不当，才让这个锦念淫乱至此。要不要脸了你还？不知道锦念在外面找的男人是什么样的，竟然让他连自家夫君都不要！哎呀，做出这种忤逆之事！哼！娘，听说那个男人是白马院老鸨找来的，似乎是个唱戏的。那日他并未说明身份，莫非真是白马院戏子？就算是戏子，也寻骗这些高门大户有情有义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种下等人，竟然他还能看上！哎呦，那你还不如在街边找个乞丐罢了！哎呦，相公不爱他，他做些事情博眼球也是情有可原的嘛。你想我休了你，可以，但当初你外公信誓旦旦，你既已嫁入谢家，所有财产便归谢家所有。你要走，也只能甩着袖子。皇后嫁入谢府，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，岂能让你拿着谢家的钱去外面养别的男人？简直是荒谬至极！家门之耻，家门之耻！说我要说，解除婚约是皇上亲自点的头，你们可有话说？你说是皇上首肯，圣旨呢？诏书呢？苏锦念，你的谎话真是张口就来啊！是啊，你空口无凭，你算什么？还说过今日诏书必会到谢府，怎么还没来？陛下，诏书已经送去谢府了。你先打点一下，朕要亲自过去。
是。他若是知道这是当朝皇上，定会大吃一惊。好一个暴君，可也抢占我妻女，如今刚一重生就忙着抢别人的老婆，真是可恶！给我下地狱吧！怎么还没来？难道是出事了？圣旨到！圣旨？他真的为我请来了圣旨？谢景瑜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日先皇赐婚于靖安侯府谢景瑜、将军府苏锦念二人。如今谢景瑜不遵夫德，三心二意，有悖夫妻之约，特此收回赐婚成命，命靖安侯府即日起归还将军府所有财物及嫁妆。谢景瑜品行不端，官降两级，望今后内省自持，钦此。官降两级？这皇上的诏书是不是写错了？这诏书乃陛下亲手所制，怎会有错？谢景瑜，还不快接旨！这好好的，这皇上怎么忽然下了这么一个诏书啊？难道姐姐真的向皇上请旨了？但是皇上怎么会同意啊？这难道真是皇上的诏书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不会真是矫诏吧？姑母，这诏书是皇上亲笔写的吧？姑娘此话何意？天子诏书怎会有假？我谢家一向忠心耿耿，皇上不可能平白无故下如此一道诏书。这诏书是不是送错了？准死他了！这是伪诏！什么伪诏？大胆！敢毁坏诏书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！你以为老夫没见过皇上吗？皇上身边诸事都是刘公公来打理，这么重要的诏书，要你个生面孔人来送，你不觉得反常吗？原来如此啊！我就说这诏书怎么来得如此莫名其妙。糟了，难道真如我所想，这是矫诏？不行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他因我受牵连。陛下命奴才先行送诏，稍后自会到此，岂容尔等在此胡言乱语。自会到此，人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说的不错，老夫英明一世，险些中了你的圈套。哼，靖安侯府什么地位？陛下即使下诏书，令他们两人和离，那也向着我们靖安侯府啊！哼，景瑜哥哥，这该不会都是苏姐姐一个人自导自演的吧？我已经死过一次，再死一次又何妨？他为我弄来的虽是矫诏，一片心意却也是我此生不可多得的温暖。我苏府竟然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当真是家门之耻！姐姐，你还等什么呢？你该不会以为陛下真的会来吧？今日之事，若我谢府是真的应下，岂不是个天大的笑话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哪来的一个阉人捆起来，当庭上杀！这道士的符就真能镇得住啊？当真是长见识了。大胆！我是替银军办事的，萧衍安阳寿已尽，还不快随我回地府吗？得亏朕今天穿的龙袍，若非有真龙之气，恐怕还镇不住你这鬼差。萧衍安，当年你霸占我妻女，如今死了还非法还阳，罪加一等。朕从不记得霸占过谁的妻女，什么时候的事？这么快就忘了？那我再给你说一遍，听好了。我家本住在圣经边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乐无边。谁知你蛮横不讲理，夺我妻来占我田。哎，停！太吵了，朕还有事儿，回来再说。你还不耐烦了？
请陛下安心，公公已将诏书送去，想必此行一切顺利。谢家死到临头了，朕要去罢了谢景瑜的官位，占了谢景瑜的皇位。你还说没霸占过别人的妻女？你这不是又去当别人家的浑水吗？啊！哎呀，我是朝廷的人，你们敢打我，你们这是滥用私刑。朝廷的人，我看是苏锦念派来的戏子啊。毕竟找戏子这种事情，谁还能比他更擅长？给我打！住手！怎么害怕了？你这一项伪造诏书，这一项就是重罪呀！就老夫出面也保不了你。好在现在没捅到皇上那里去，出了九族的话，我们谢家也跟着你完蛋。亲家公息怒，小人倒是听闻，如今圣上正在南巡的路上，如何会回宫又这么快下了一道圣旨啊？还是亲家公明理啊！我们苏家也是有年头的书香门第，怎么就培养这么一个不懂情理的女人呢？不！哎呀，她都是在将军府染上的这个歪脾气，与我们苏家没有关系。苏锦念，如今你我二人还未正式和离，你若肯跪下向我磕头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在圣上面前为你美言几句。皇上还在南巡途中，看来这确实是久诏无益，但他的心意却是一片真心。就算他一分真心待我也会十分奉还。麻烦您回去跟你们主子说，此事与他无关，他一定要保全自己。此事因我一人而起，你们谁若要打他，我来替他承担。姑娘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我的主子是当今圣上，你若受伤了，我该如何交代啊？交代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演呢？等皇上来了，你们这家的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大不了就去一趟阎王殿，谢家圣祖。谢景云，你想打我的心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动手啊！此事就算闹到圣上那里，你也不过是个死人。今天就算我打死你，也算是师出有名，圣上还怪不得我。苏红红，看见了吧？你心心念念的好男人，他现在想打他的正妻，你还想嫁给他？景瑜哥哥才舍不得打我呢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苏锦念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你以为我还是那个逆来顺受、动人女子，才能今天让你断子嗣？皇上，反了！皇上驾到！九龙文令牌，真是陛下！皇上来了还不下跪啊！参见皇上，参见皇上，万岁！万岁！这皇上怎么戴着面具啊？对了，陛下，南郡王刚刚从天牢跑了，这都能跑？看来他在宫里内应还是太多了。陛下，现在民间传闻您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君，外加南郡王的党羽在宫中定有埋伏，此行务必低调。朕是要去见救命恩人，如何能低调？陛下，此次出行务必不能以真容示面，也不能带刘公公，更是不能大肆铺张成御驾教撵。请陛下放心，属下尽快将犯人捉拿归案。一个阳寿已尽之人，竟还懂得惜命，真是笑死人了！说什么这么多？小友，哎呀，又来！这个皇上看上去好眼熟啊！动朕的公公，又动朕的女人，你们谢家人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这畜生竟然敢对你用刑！不是。方才被打的明明是我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他要是敢伤你，朕废了他！哎，等等，您真的是皇后？恳请皇上恕罪，微臣愚昧无知，伤了宫里的公公，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啊！谢侯爷，
您在朝堂之上巧舌如簧，没想到在家中却教子无方，教出这么个好儿子。哎，这皇上怎么戴个面具？他真是皇……这里只有这个谢侯爷见过皇上的真容，侯爷说是，那就是。他从哪里把皇上找来的？莫非他也是宫里的人？我定要问问清楚。谢家人亵渎圣旨，犯大不敬之罪，全府上下禁足1月，未得传召，不得出府。是陛下。谢景瑜，今日朕在此处收回先皇所定的婚约，签下和离书，归还全部财产。从今以后，苏锦念与你再无瓜葛。什么？当真要归还所有财产？你有意好了，你可记好了，这个和离书是我自己亲手写的，也是你自愿签的，是我要跟你和离，而不是你休了我。你怎么？皇上在这儿呢，想抗旨啊？那个戴面具的真是昏君，他没带随从，身穿常服，会不会违反常量？南郡王有令，对他昏君格杀勿论，立刻坐上，不可放过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一刀两断。明日我会专门派人去你府上，将我的财物尽数搬回。慢，越想越不对呀、皇上正在南巡的路上，怎么会出现在这？若非南巡路上被南郡王下酒谋害，朕也不会被秘密送往宫内。确实还有不少人以为朕还在南巡途中。好在我后知后觉，他自称为皇上，可身边没有刘公公伴驾，而且穿了一套常服，戴着面具，外面也没有御驾车辇。我越想越可疑。夏伯乐，和离书已经签了，你再怎么多疑，结果也是改变不了的。若他不是皇上，那一纸和离书就做不得数。你可敢把面具摘下来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呢？你可敢摘下面具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？等他取下面具，若真是皇帝，咱们即刻变上。好。侯爷好大的威风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命令朕了？不错，当今圣上根本没见过苏锦念，你为什么口口声声向着他？咱们老爷可是先帝亲封的靖安侯，这侯府那在圣经里那是什么地方？那人人皆知啊！他居然还口口声声的向着他，我看呀，这里面很可疑。早听闻侯府长着官大势大，暗中勾结权贵，贪污不少。只是朕还没有实质的证据。今日一见这副嚣张的模样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倒是把面具摘下来看看。怎么，你不敢吗？哼，今日朕戴着面具出行，自有朕的道理。你让朕摘下，朕便摘下。到底你是虎还是朕是皇帝？你谢公子，刚刚官降2级，还敢对朕指手画脚，看来这区区2级，谢公子还是不放在心上。不如这样，再降2级，让谢公子清醒清醒。你爹毕竟是开国侯，朕自然会给几分薄命。可是你纨绔无度，羞辱家门，依朕看，这侯府的一世荣光，迟早会断送在你的手。笑话！你连面具都不敢摘，我怎知你是真皇上还是假皇上？就是啊，说不定那个什么九龙纹、金令牌也是假的。好，不就是摘面具吗？今日朕就如你们所愿。啊！正式介绍一下，朕便是当朝圣上萧燕安。小白，你是皇上？是你？是你？我就说，皇上哪根筋搭错了，莫名其妙下一诏离婚的诏书。苏锦念，原来是你伙同这个男人一起演戏戏弄我们。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！不错，爹，苏锦念大逆不道，这个男人就是他找来的戏子。这一屋子的太监皇上，
说不定他们就是一个戏大班子的。原来是这样吗？他为了我建造了如此之大的阵仗，想必得花费不少金银。自从娘亲死了之后，还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。苏姑娘，不要听那些风言风语。如果你愿意，跟朕回宫。好啊！不愧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，没想到把你老板的事还挺放在心上。不过你是不是皇上，在我心中都不重要。他登基时间虽不长，又是差丞相的事。今日我谢家又是撕了诏书，又是打了公公，还如此大逆不道，辱骂陛下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！怎么想走？是怕假身份被戳穿了吧？住口！混账！爹，你怎么打我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，大逆不道！父君皇帝戏如非真，戏如无法，刺入体内便是绝无性，且查不出任何痕迹，用来刺杀这个皇帝再适合不过。既然已经确认是昏君，那动手吧，小心夜长梦多。好。有刺客！他只是个普通人，竟这样护着我，比谢景瑜待我好太多。说是得夫如此，想来应该不错。有刺客？你笑什么？该说不说，你还挺帅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演皇帝演的挺像的，还安排了刺客环节。施了些手，撞！老爷，你怎么了？爹！果然是南郡王的人，萧颖说的当真没错，这面具果然不该摘。哎呀，这好端端的，这亲家公这是怎么回事？他都倒下来呢，这是肯定是让姐姐给气的呗。这谢家怎么说也是高门大户，姐姐自己在外面找男人，还大摇大摆的带进家里来，这哪能是良家女子该做的事？就是，你们不光来我谢家闹事，还把我爹给气晕了。苏几年，你有完没完？和离书我已经签了，你还不肯善罢甘休吗？看来跟我中的毒是一样。好在这次听了萧颖所言，将九龙紫金丹带在了身上。他这是中了毒针。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哪儿来的毒针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你如此蠢笨，你能看到什么呀？你敢骂我？苏几年，你带着野男人来家里胡闹，我已经不追究了，但你还伙同此人来谋害我爹，今天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！你去死吧！他中的是七星散之毒，若再不服下解药，活不过3个时辰。侯爷脉象微弱，虽不知是何原因，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哎呀，老爷呀！自从娶了这个丧门星进家门，咱们谢家硬是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呀！谢夫人真会扣帽子，谢老爷自己说倒就倒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金母消消气，他已经不是谢家人了，往后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自生自灭呗。老爷被你和这个戏子害成这样，我也老了，我以后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谢家虽仗势欺人，不堪为功臣表率，但刚刚谢侯爷救驾有功。这个九龙紫金丹乃先皇的丹室所炼，那朕便赏赐他。九龙紫金丹，这不是至高无上的宝贝吗？是个皇家才能有，你怎么有的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相信朕的身份吗？不是，有什么说不通的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丹药根本就是假的。姚大夫，您来帮我看看，我说的到底对不对？这是皇家秘制的丹药，老夫怎么认识？是谢父还是顺着少爷的话说比较安全？
我不过是小孩子吃的小糖丸，怎么就成了丹药了？爹，你听，连大夫都这么说，这2个人就是要害你。谢他什么？我们谢家人从来不会对这些人说一个谢字。哼！不要就不要，你谢家人还不配呢。哎，景瑜哥哥，人家还想我们不领情呢，你这么着急让侯爷服下，这该不是毒药吧？可别再害了侯爷。没错，这2人不仅举止不端，更是心肠歹毒。我爹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没错，这来路不明的药吃不得。这皇家秘药却被你说成是小小的糖丸，朕是真没想到啊！如今盛京的大夫已经昏聩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叶安也是一片好心，想救你爹，没关系，现在药你得毁了，那就等着你爹毒发归天吧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成神医了？怕是吃了这药才会毒发归天吧？此药是九龙紫金丹，整个盛京只有1颗，绝不是什么毒药。无论你是不是皇上都不重要，你的为人我清楚。他们谢家不领情就算了，他们都说了让我自生自灭，今日也让你们自生自灭。朕是皇上是真的，这药也是真的，就算他们不信我，你也得信我呀。信不信现在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我都是一起走过鬼门关的人了。今日之事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先是伪造圣旨，又是伪装皇上。苏锦年，待我向皇上禀告此事，我看你还有多久？伪装圣上，可笑！好一个谢家，一个个有眼无珠，在你们面前呢，乃是当今圣上。又一个装模作样的。苏锦年，请这些人演戏得花不少钱吧？朕就是皇上。是啊，我就花钱，花的是你谢家的钱，我还要花光你的钱，我还要把我跟你做过的事情都跟他做一遍。你个荡妇！怎么？我还可以再荡一点。我告诉你们，他是不是皇上不重要，他现在是我的男人，你们敢动，先过了我这一关。这女人倒是对陛下一片真心啊！真不要脸啊！一个女人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这般搂搂摸摸，成何体统？好啊，我今天要是不打你，你是铁了心要在谢家撒野。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老爷，老爷，爹，那是害人的药。老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爹，此药只需1点便可解毒。若是陛下当初南巡路上的时候带上，也不会被南郡王那个奸人所害。方才这畜生连鞭子都用上了，伤了你没有？受伤的不是我，是他。朕有亲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陛下，我找陛下什么事来着？想不起来了。这次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只有人间越久，法力便越是稀弱，要加快行动了。你不是说我是你男人吗？那让我看看伤到哪里了。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没有受伤，受伤的是谢景瑜。这将军府冷冷清清的，跟朕回去吧。朕封你做皇后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虽发自内心谢谢你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跟那渣男成过婚，过去还跟他有过一个孩子。
这个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了。你还有这段经历？哦，我不在意啊，以后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孩子。跟朕回去吧。哎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又演，你都演了一天皇上，你别演了，这现在没有人。若朕说，朕就是皇上，你信吗？行，当然行。真的？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开心吗？说到底还是不信。我萧燕安对天发誓，我真的就是一个借命而生的人，也敢对天发誓，简直就是荒唐！我说你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关键的时候来。你进来的时候不看看什么气氛吗？哎，你这暴君还倒反田刚了，也不看看现在是谁掌控着局势。萧燕安，战我亲女之仇，该还了！什么？甚至鬼心眼？你还不知道啊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眼前这个男人，他处处霸占人气，最爱当别人的浑水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说我霸占你妻女，那你把事情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，让朕看看朕是怎么趟了你的浑水。听好了，我们住在圣经篇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乐无边。谁知这暴君他蛮横不讲理，我天，我天！下次说话记得简短些。陛下，好消息，南郡王及其党羽全部被抓住了。好，择日问斩，不可再拖。问斩？还有一个坏消息，太后病重。什么？太后？刚才那鬼族正在暴君，萧远恩一直以陛下姓称，现在又说太后，难道这真是皇帝？母后，早说让您在宫内享福，您偏要来这念什么佛经？现在病了，连个太医都没有，您说您这是何苦呢？你做的那些事，我都知道。哀家就是没病，也会被你气出病来。母后，您没病，吓死我了！我来这寺庙烧香拜佛，就是想让你活得久一点，少造点杀孽。而你倒是指责上我。朕杀的哪个人，不是大奸大恶之辈？无非是他们官商勾结编造起来的谎言，朕反而成了昏君了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你在谢家闹的那一出，公然抢人家的媳妇，也是谣言？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倒并非是我多嘴，陛下死而复生后，脑子有点不太正常，总是说什么在阴曹地府里有段奇遇。阴曹地府有一段奇遇倒是真的，但若是正常人会相信这种事，只怕才是不正常吧。怪不得，原来是他，我差点还真信他是皇上。我就说嘛，他要真是皇上了，他母亲不应该是太后吗？太后此刻应该在宫中啊，怎么可能在这个偏僻的寺庙呢？那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陛下铲除恶党从不手软，从而导致权贵愤恨。民间一直有人传闻他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暴君。太后出宫后常居此地，也是为了给陛下祈福。所以说，他真是皇上。萧莹把事实真相都告诉我了，你还想隐瞒？定是萧莹添油加醋说了去。你马上去向靖安侯致歉。谢家是什么地位？那是先皇亲封的一品侯爵，是你能打压的？谢家人品行不端，谢景瑜更是堂而皇之的欺压内侍，朕也不是小孩子了，孰是孰非，自有分别。说来，你还是为了那个女人，我倒是要看看，她是一个什么祸国殃民的东西，
哎，母后，起开！皇后不立，后宫不宁，多少双眼睛盯着后位，他区区一个他人之妻，竟把你迷得神魂颠倒。我看你越来越像个亡国之君。苏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对你鬼迷心窍了，但你的反应可真令人失望。如果他真是皇上的话，他应该早就跟我说啊。那他跟我说了，我就相信了。他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他一直在说，你哪怕听过一句呢？如果他真的是皇上的话，那个诏书不是伪造，那个太监也不是假太监，他会是真太后。姑娘，我这不成器的儿子是不是成天跟你玩皇帝和妃子的游戏？你是不是真的把他当皇帝了？他不过是议政上头，平头百姓罢了，配不上你这攀附权贵的心。你还是走吧。今年，你别听我娘胡说。你给我住口！你在谢家过惯了好日子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我儿子就是一个农户，父亲早逝，你要是跟着他不出3日，一定会厌倦这种生活的。夫人，您说错了。哦，你倒是说说我错在哪里？还是你比我了解的更多？夫人，我的亲娘当年战死在芒砀山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战前见她的那一面，居然是最后一面。但燕安跟我不一样，她还有你这么好的亲娘，在您生病的时候，她比谁都要担心你。芒砀山，这女子竟是镇威将军府中的人，看上去确实不似那些庸脂俗粉，倒是长了一张巧嘴。当年我娘战死，将军府破败，按照婚约，我嫁给了谢景琏。成婚之后，受尽百般凌辱，还有无视，我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丫鬟都没有。但她不一样，她还有萧颖这样的朋友，她不是一无所有，是不是？以往我只当他不服输，谁知在遇见朕之前，他过的日子竟是这样不堪。这倒也不算什么。他相助我离开谢家，我怎么会嫌弃你们家境贫寒呢？萧炎，谢谢你帮助我。将军府现在虽然已经破败，但将军府所有的财物以后都有你的一方。你以后有任何困难，都可以随时过来找我。夫人，我身上没有什么，只剩这个镯子，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心意。天寒地冻的，您穿的又少，增加些衣物和棉被来保暖吧。我没想到你们生活如此艰苦，你还一直帮我。但我苏锦念不是薄情寡义之人，以后你们的生活我都来负责。别听我娘胡说，她今天说的都是气话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是你娘没有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什么？在今日之前，我都没有想到你们平时的生活如此艰苦。平日你喜欢假装皇上，这没有关系的。我小时候也会经常希望我自己是大将军，像我外公一样。我到底要怎么解释你才能信我呀？而且小时候，其他人家的孩子总是期待自己的盖世英雄什么时候出现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盖世英雄？从你撕了生死簿那一刻起，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。燕军的生死簿不是掌控6道轮回的存在，如今却成了你们2人谈情说爱的工具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我出真鬼魂，可恨呐！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呀？佛门净地没有一点避讳，真是怜不知耻。如果真跟我娘所说，我只是个种地的穷鬼，你还愿意跟着我吗？
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苏景念愿意跟你喜结连理，共度一生，可好？你跟着我，怕是要受苦了。无妨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可以把将军府卖掉，置换一些银子，应该够我们生活了。啊？如今将军府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把它卖掉之后，可以修建一个学堂，供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读书。这女子倒是有些志向。学堂？这圣经不是有很多学堂，而且贫农家的孩子也可以去，为何要新建？我知道，圣上慷慨，他让贫穷的孩子不需要俸银就可以入学，但这圣经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学堂只允许男子进去，把女子拒之门外，实在是不公。子女倒是颇有一国之后的风范。贪官横行，圣上也是不容易的。这世界上的人总说我们的圣上是个暴君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谁又能知道背后有几分真，几分假呢？不想站的第一个知己就是他。景念，你可真是真的知己。怎么了？景念，朕决定了，此生非你不娶。朕要让你当圣经独一无二的皇后。怎么又厌弃皇上了？我都说过了，你是不是皇上不重要，你就是你，你是我的大英雄。朕既然承诺要让你幸福一辈子，就绝不会食言。想不到陛下肉麻起来，竟如此肉麻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你还是要花些时间照顾一下你娘。今日我跟她交谈的时候，听到她的嗓音有些嘶哑，应该是受了一些风寒。至于你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。好，如果娘不同意我们成婚，那我们就归隐田园，用狗尾巴草编一个戒指，天地作媒，日月为鉴。白头到老。好，白头到老。还天地作媒，年轻人的面子可真大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吧。让你去阳间收2个人，你把自己搞得灰飞烟灭，纵观整个地府，好吗？整个3界，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呀！属下无能，为什么让你去？就是因为你生前跟萧燕安有仇，原以为你会化仇恨为动力，结果真是太让人失望。小人全家都死在那暴君的手下，恳请阎君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啊！小人，你是鬼呀！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再出岔子，我要你连鬼都做不成。是。母后，昨晚你也听见了，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攀附权贵的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母后也是从后宫一路杀上来的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他要是对你真的死心塌地，怎么会一清早就不见人影呢？那或许他只是有事情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出去干什么？以哀家看，他就是嫌你穷，连夜跑了。他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夫人，这个是野菜汤，清热解火，对你嗓子特别有用，是我娘之前教我的。昨日我看到咱们这山上刚好有野菜，于是一大早便起来去摘了一些。娘，你看看，你嗓子不舒服这件事，他一直记挂在心上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挖野菜的时候不小心弄到了。不行，我看看。苏姑娘，昨晚的事情我都听到了，你对我儿子的心意，老身甚是感激。叶安也中意于你，这么多年他都没对哪个女孩子上心过。不过这暂时看来，叶安恐怕还不能娶你过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娶她？叶安的娘想必是介意我曾与谢景瑜合离一事，娶了我，别人定然会看不起她。
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，哪怕你再反对，我爱的人也只有他一个。这年轻人做事当真是毛毛躁躁。锦念是个好姑娘，总得风风光光的把她娶进门，不能草率，还什么天地作媒，与理不合呀。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这风风光光的下来，怎么得几个月吧？还说用什么狗尾巴草给他编戒指？你的婚事是整个圣经的大事，岂能如此草率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这是老身的随身玉佩，赠送给你当定亲之礼。1个月之后，定会奉你花轿，迎娶你。又是送这么贵重的玉佩，又说婚事是圣经的大事，看来老夫人一高兴，也跟着她演起来了。夫人，这个玉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拿。没事儿，这是你当得的。为什么他们娘儿俩给我的感觉总是又穷又富的样子呢？不管了，婚后我可要好好照顾他们。太后娘娘，轿辇已经在山下备好了。你走吧，哀家跟皇帝有话要说。是。你要是想娶她，先答应哀家一件事，在你大婚之前，不要告诉她真实身份。这已经瞒了她太久，不想再瞒下去了。日久见人心，你是皇帝，他要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会不会对天家起歹意？放心吧，母后，这是当朝皇帝，什么样的人的嘴里没进过？我能看得出，他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哀家，不，老绅士说让燕安以后不要再玩皇帝的游戏了，这都快娶媳妇的人了，不能再贪玩了。夫人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样吧，他贪玩演皇帝了，以后我就陪他贪玩。他如果要演皇上，我就是他皇后。何须要演呢？3月3日，朕命人准备备写凤礼，亲自来抬你。是，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下个月，朕也要听到一模一样的。行，我就陪你演。不过我们最近将军府正在搬离，会暂住苏家。你要是有什么大花轿，便去苏家接我，怎么样？好，到时候你可不行。阿弥陀佛，老爷，你真醒了！爹，你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要归西了呢。难道那个戏子的药当真管用？哼，你爹福大命大，这是你爹的造化，跟那药有什么关系？太好了，侯爷这一醒，我们的婚礼也可筹备上日程了。再拖下去，我这腹中的孩子可就等不起了呢。爹，我已经选好了良辰吉日，下月3日，我将迎娶红红进门。那个逆子，你可知你得罪的是谁？爹，说什么？哎呀，儿子，你爹说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呀，咱们赶紧把婚事给筹备了。你爹呀，就让下人照顾就行了。红红，下月3日，我将风风光光娶你进门。欢迎欢迎！恭喜恭喜啊！里面请大喜！看来今天来的正是时候。之前我小瞧了你们2人，今日我再也不会手下留情了。并且因雷听我号令，将苏府劈成齑粉。我今日将这红事最终变成白事。这雷电，给我劈！恭喜恭喜！兄弟，干什么呢？你看这人脸色惨白，穿的奇奇怪怪的，怕不是好人。走吧走吧。怎么回事？现在凡人也看得见我。糟了，一定是滞留阳间太久，不仅法力尽失，连隐身也做不到了。这要是再完不成任务，怕是连小鬼也做不成了。
红红呀，娘可终于等到你出嫁了。等嫁进了谢府，那可又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呢。我跟景瑜哥哥那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其实我嫁的好不好，也并不打紧，主要的是他苏锦念一辈子过得没我好。这说来也奇怪，为何今日那苏景念也穿着个嫁衣？什么？今天景瑜哥哥娶的明明是我，他穿什么嫁衣啊？苏景念，苏景念，你把喜袍脱了！你不是费尽心思才跟景瑜哥哥和离的吗？现在看到我出嫁，你不还是嫉妒了？你激动什么？今日是你成婚之日，也是我成婚之日，只是撞在一个时间而已。你结你的，我结我的，毫无相干。什么撞在一起啊？哪有那么巧的事？我看你穿这身衣服，就是为了引起景瑜哥哥注意的。听说这苏大小姐啊，今天可是少侯爷的妻子，前一阵子刚被赶出门。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在府上招男宠嘛。哎，正经人谁会做这样的事情？真是丢脸。我看这二小姐倒是闻良贤淑，做人规矩。是啊，是啊，听见了吗？本来就已经败坏家风了，你还敢跟我同一天出嫁？你嫁谁啊？不会嫁给那个戏子吧？今天是谢公子迎娶红红的大好日子，你穿什么喜服？正如你们所见的一样，今日我所嫁之人，正是你们看不上的那个戏子。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我苏家可丢不起这个脸！老夫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自从你向我和我娘赶出将军府以后，我就不觉得我是苏家之子。成婚之后，我自会搬到我相公家去，从此以后，你苏家再无瓜葛。好你个孽种！就算你再怎么撇清干系，你身上流的也是我苏家的血，你丢的也是我苏家的脸。真是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今天这个样子，真的能把娘当做狐狸的样子去。哎呀，老爷呀，你敢打我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苏景念，你太放肆了，连你小娘你也敢打？我打的就是他，可是他说我就是。今日是我娘，我告诉你，你说再说，我依然当着所有人面前打你。你反了天了你啊！今天可是红红大婚的日子，你要在这里闹不成？王爷，送聘礼的来了。哇！哎呦，这是谢家送来的聘礼吗？看着都不一样。这是堂堂谢侯府，出手怎会小气呀？可惜像今年就没有红红这样的福气。这要真是谢景瑜送的，我才不要呢。他若喜欢，拿走便是。姐姐，我知你是嫉妒，毕竟这几样东西随便一样，可不是那个唱戏的能拿得出来。黄金万两也难以买真心，唯有一人真心待我即可，倒是谢景瑜，他可不会忠于你一人。你也就这会儿能嘴硬。这些聘礼是不是他送的还未知呢，说不定是我相公送的，到时候你不就白开心了？这些东西要是那个唱戏的送的，你就退了这婚，去当乞丐。景念，来了，我来了，就是他们。你真的来了？怎么？朕说过要亲自来府里接你，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就怕你不来了。朕可是天子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朕实在等不及了见你，今日便派萧颖送这些聘礼。哦，对了，聘礼都送到了吗？这聘礼真的是他送的呀？这年头唱戏都这么挣钱了吗？这肯定是假的。怎么才3样东西，质地还如此简陋？虽说只是第一批聘礼，但也不能敷衍至此。萧颖怎么办事的？唱戏的，看花眼了吗？哟，温氏又来了。看来衣裳纷争是免不了了。本公子今日大婚，岂有不来之理？景瑜哥哥，你说的那些聘礼是你送的，还是这唱戏的送的？自然是本公子送。这几样东西，样样都是我侯府传家宝。你说这些都是你送来的吗？怎么，不是我送的，
还能是你这个唱戏的送的？去将宝林阁所有的金银首饰买下，待到送聘礼那日，本公子要一路升级。夫人啊，不，钱夫人将财物全部收走之后，谢家的财力已经大不如前了，现在连老爷买药都困难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是苏锦宴上的祸。少爷，如今迎亲之日在即，这聘礼要怎么办？罢了，成婚不过是个形式，重要的是皇后能为我谢家开枝散叶。城中不是有一个做赝品的聚宝阁吗？你去那里给我弄几样过来。赝品若是被看出来怎么办？就红红的眼力，能看得出什么？塞点银子，让聚宝阁的伙计闭嘴，这事儿不就成了？这几样东西都是我侯府代代传下来的至宝，你觉得你配吗？我就说嘛，一个唱戏的怎么可能送出如此贵重之物？你就看那个假人参，那都价值不菲了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除了少侯爷，谁还能送得出这么多好的东西啊？苏锦念，你若是为和我和离，这些东西可原本都是你的。景瑜哥哥，人家姐姐看不上谢家，非要嫁给这戏子，估计就是在跟你赌气呢。你看，还是哄哄你出息啊！你这个姐姐不懂事，白下这段好姻缘啊！那我就大方，祝他们两个狗男女百年好合，成婚也好，省得出来祸害人。公子，慢着！你今日穿着嫁衣等他来娶你，可怎么一件聘礼都没有啊？你这个男人活得未免太窝囊。你们当初在谢府，又是请太监，又是装皇帝的，今天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不接着演呀？这平时嘴皮子耍得再厉害，一到真金白银的时候，就是露馅儿了。唱戏的，你在谢家让我出丑，今天就当众让你下来台。老爷，来了，公主从聘礼来了。天子见礼到，焦四龙凤同心结一对，凤凰鸳鸯鎏金簪一副，金玉凤纹玉如意一只，狼环碧玉手镯一对，黄金百两文锦玉帛一箱。按照你带上的东西，应该就是这些才对。今天这一批准备的有一些仓促，暂时只是这些金银俗物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这会送你更好的。这么多加起来得有几千两吧？难道这个唱戏的竟是一个隐藏的土豪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们有钱人都喜欢这样打扮，这是潮流。你呀，就是个马后炮。哼，什么情况？你娘的生活已经够拮据了，没必要送这么一些金银宝贝，很贵的。这些都是朕送你的聘礼，朕对你是真情实意的，怎么可能是财物能衡量的？为了给我撑场面，他竟2次这样大费周章，我哪里是贪图这些的人啊？你看，这个是你母亲当时给我的玉佩，我一直戴在身上。其实她给我玉佩那一刻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以后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金银都是身外之物，你我二人有真心就好。你这个戏子还真会演戏。诸位，此人之前谎称自己是当今圣上，如今还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这块玉佩。依我看呢，这就是个赝品，说不定就是去那聚宝阁现做的。这太监也是个老演员了，怎么，你都不知道玩些新花样？这玉佩是假的，这太监也是假的。哎，我听说聚宝阁的赝品可以以假乱真呢。这聘礼都能作假，那这成婚后的日子可是要水深火热喽。是啊，不看不知道，这一看还真是老熟人啊！你穿着宫里的衣服，你就是公公，那我插根鸡毛，我岂不能当太后？今天朕送你的聘礼都是真的，绝对没有赝品。我知道你怕我没面子，但是没有关系的。你听我说，等我们成婚之后，我决定把将军府租掉，以后的租金应该可以让我们过上安稳的日子。不是，它真的不是赝品。是不是赝品没有关系的，如果是赝品，我心里还安稳一些。如果你真的要去租这些宝贝，我心里反倒过意不去呢。哎，这不是聚宝阁鉴宝的陈先生吗？这是真是假？
他一看就知道了呀。对呀对呀，看看，那就请陈先生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。鉴宝之人只见俗物，不见真心。我们走。哎，我问心无愧，走什么走啊？更何况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聘礼还没到呢。姐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害怕丢人想跑吗？陈先生，你快来看看，这玉佩和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？鉴宝的事待会儿再说。老夫今日是过来找谢大人。昨日你在我聚宝阁订的货，那款项现在就付了，我们掌柜的都催了，老夫只好亲自过来找你了。老头，你就不能晚点来要吗？你说什么？你送我的那些聘礼，当真是从聚宝阁订的，是假的？红红，你听我解释。不会真的是假货吧？景瑜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谢大人送的是假呀，居然是假的！我听景念说，程先生是一位鉴宝的高手。刚才这位谢公子说，我的这个玉佩还有送的聘礼都是赝品。不如这样，陈先生，您当着众人的面鉴定一下，鉴定费用当时结清。好，这小伙子一看就比某些姓谢的靠谱。明明是赝品，他怎么还敢叫聚宝阁的先生鉴宝？他到底打什么心思？这玉佩有何说法？老夫也倒卖古物多年了，也见过了不少的东西。这枚玉佩乃当今太后随身佩戴的凤鸣翠玉。哼，那请陈老板再好好看看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赝品呢？本公子和聚宝阁可是老朋友，就算是真的，看在本公子的脸面上，他也得是假的。这枚凤凰鸳鸯头金簪，乃先皇大婚之日送给皇后的簪子，请了10位民间顶级工匠打造。当年老夫也是有幸有关，此乃皇家之物。公子您不错，有眼光。朕便是当朝圣上，这枚簪子是我父母送予我母后，而如今朕要将这枚簪子送给我的妻子，盛京的皇后。难道这真的是皇上？真的是陈先生都这样说的，恐怕不会有假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个老头子收了本公子的钱，还在这口出狂言，今日之后势必让他尝尝苦头。他一直在说，你哪怕听过一句吗？如果他真的是皇上的话，那诏书不是伪造，那个太监也不是假太监，什么情况？你给我打招呼啊！难不成你真是？哎呀，你可终于信了！各位擦亮眼睛，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这个人之前请大夫来做戏，还把自己比作皇上，在我们谢家演了一出大戏，冒充皇上，是欺君之罪。这件事还没好好的找你算呢。而且他的身份也不简单，他就是我姐姐养的男宠，而且呀，花的还是我们谢家的钱。哎呦，这种事，男宠又怎么样？他是戏子，凭啥演皇上又怎么样？他为人端正，可是胜过这世上千千万万的男子，不像这个渣男谢景瑜，玩世不恭，吃喝玩乐，沾花惹草。你以为他只会对你一个人重吗？姐姐，你不过就是为了撑一撑场面，可大伙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是骡子是马，大家还心里清楚呢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呀，我们走。哎，无妨，这刘公公的聘礼还没送呢，等你见了，自然知晓。什么刘公公？你别告诉我是皇上身边的总管刘德全啊！老爷，外面来了好多宫里的人，还有一声大花轿。看来是刘公公到了，走，出去看看。你搞什么？花轿我当时是随便说说的。朕就是如假包换的皇上，没骗你。走吧，出去看看，朕给你准备的叫你。你这个戏子还真会演戏啊！又要请人当头来诽谤本公子，现在又要谎称本公子的花轿是你请的，你可真不要脸！你背的什么意思？
皇后，现在外面停着的，便是本公子给你请的8抬大轿，特意用来接你回谢府。真的是8抬大轿？我就知道，景瑜哥哥，你对我最好。哎呀，原来是谢大人请的8抬大轿呀！哎呦，我就说谢大人懂礼数嘛。原来是谢大人请的呀！是，不是让萧宁准备花轿吗？这个时辰了还不见人？姐姐，今日我就要坐着8抬大轿回府，你就跟着戏子自个儿走回去吧。哎，停！入俗花轿，没银子抚剧本阁的款项，剧本阁当什么了？好豪华的轿子，豪华的轿子，真是的，这太好了，在这些虚礼上花这么多银子，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呢。哎呀，姐姐，我记着你当时出嫁的时候，应该没坐过这么大的轿子吧？妹妹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大胆刁民！皇后娘娘的凤眼是12等可以染指的。奴才刘德全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刘公公，你终于来，你可是让朕好等。奴才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此乃圣经凤印，象征着一国之后的无上荣耀。奴才以此凤印恭迎皇后娘娘，呈上凤眼，拜驾回宫。恭迎皇上、皇后娘娘回宫。我的天哪，这是皇上如何？朕没有骗你吧？这最后一个聘礼，乃一国之后的待遇，凤辇相迎，世间无人可比。他为了我，竟不知从哪里弄了这么华丽的轿子，戏份都放到这儿了，我必须配合。哎呀，我的夫君不愧是圣天的皇上，看着进来，简直是国君之风范。终于休息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这分明是本公子的轿子。就是，这明明是我夫君来接我的轿辇。这凤唯有一国之后可用，你们难道要冒用吗？本公子真金白银买来的轿辇，你说是？那本公子的轿辇在哪儿啊？谢公子，您雇的那8个抬轿的人昨晚吃坏了肚子，来不了了。如果您还想要您定制的那乘轿辇，这就把欠咱们聚宝阁的债还了。咱们聚宝阁和制衣的牵丝坊，还有花轿铺，那是咱们东街的婚庆一条龙，那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今日你欠咱们聚宝阁的款，以后整条东街都不再做您的生意了。景瑜哥哥，你送我的那些聘礼，当真是赝品？哎呀，景瑜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的，你怎么可以用赝品做聘礼啊？不光是赝品，还是最低劣的赝品，你可长点心吧你！你不是家财万贯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？我不依。先走吧，这么多人看着。现在走，那我的脸面往哪放？我不走。少废话，赶紧走！我不走，我就要做这个轿辇。凭什么他可以做这个轿辇，我不可以做？我就要做。皇后娘娘，你若再不上轿，恐怕就要被他人抢先了。你以后再也不许乱花钱了。皇后娘娘，请。恭迎陛下回宫，恭迎皇后娘娘。如何？现在总该相信，朕就是当今天子了。你该不会要说，这整个皇宫都是朕租下来的吧？你真的是……朕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是我娘的长枪。当年我娘跟我外公战死在芒砀山的时候，先皇奉以忠烈之名，只感长枪始终不知所踪。你怎么会找到的？
镇威将军为国牺牲，先皇曾派人搜索战场，在尸横遍野之下找到了这支长枪，之后便一直封存在忠烈寺，以让这位将军一世英名。原来娘的遗物一直封存在宫中。如今这个长枪物归原主，这是你娘的遗物，你尽可以把它带回府中，自行保管。谢皇上。朕有幸娶你，是朕乃至整个圣经的造化。今念，你可愿为一国之后，常伴朕左右？从今以后，她便是朕独一无二的妻子。圣经的皇后，可都听见了？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吉时已到。当日苏姑娘在谢府招男宠，不是颇为放肆张扬，如今怎么倒变得害羞起来？臣妾才知道您是皇上，哪能那么容易就接受啊？皇上，朕怎么记得这是你花了10万两买来的戏子？皇上，你不要闹，才知道你是皇上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接受。当日你花了10万两银子把朕买回将军府，不妨今晚就验验货，看看这10万两银子花的值不值。你是皇上也好，不是也好，我认定你了。你我是生与死的交集，这辈子都不要分开。皇后，别过来，离我远点！人家这辈子就成这一次婚，这是何等的大事！你居然用赝品来糊弄我！皇后，别生气了嘛。就算现在再有钱，这银子也是各有用处的嘛。用处？什么用处？听许丞相说，皇上今日回宫，还娶了新皇后，这朝臣都要送礼，谢府上下也要打点啊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你也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丢脸吧？今天在街上，我的脸可都丢光了。这也是我们婚期选的不好，正好跟圣上撞上了，都怪圣上，娶妻也不知道昭告天下。姐姐嫁的那个戏子，会不会真的是皇上？不可能，他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么可能认识圣上啊？我猜也是。待我明日亲自进宫，亲自送上贺礼，我倒要看看这皇上究竟是什么面目。还有精力早起看奏折，昨夜是不是没有精力啊？是，要不我们现在补补课？我刚刚让御膳房准备了汤药，给太后准备的，也不知道她老人家喜不喜欢，一会儿给她送过去。母后如此看重你，你准备的东西，她一定会喜欢。你都是朕的皇后了，怎么还是穿的那么简朴？第一次跟太后相遇就是在寺庙，如今首次在宫中相见，穿这身朴素的衣服，想着她今日见着，反倒是更亲切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听说陛下娶了新后，昨日呀，大摇大摆的接进宫来了，难得见陛下对一个女人如此重视。那可不，昨天啊，人多杂乱，我想见一下新皇后长什么样，我都没有见到呢。唉，陛下自登基以来，连女人都不碰一下。像我们这样的，要是将心思都放在皇上身上，那迟早得熬成黄花菜。还是妹妹你聪明，知道呀，找太后当靠山。在后宫生存，若无家世背景，无陛下宠爱，没有什么可依靠之人，断然是走不下去的。如今我们有了新皇后，
我们可要好好跟他搞好关系才是。我倒是要看看这先后是何等绝色美人，竟得陛下如此重视。太后还没到吗？是。看来我来早了。景念，你不是在侯府当夫人吗？秀芝姐姐。她是谁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随我一起进宫的木才人，这位是苏锦念，以前在将军府和我一起长大的，后来我进宫当了才人，她呀嫁进了谢侯府。秀芝姐姐，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。你不是不知道，皇上他不爱碰女人，我们这些进宫当了才人的，这不就只能等着皇上宠幸，多年的青春迟早熬成黄花菜。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？我看皇上挺好的。妹妹，你不是在侯府当夫人吗？怎么进宫来了？莫非你也是来当宫女的？秀芝姐姐，其实李妹妹，你这是久居深宫，不知宫外事啊？什么？前阵子谢侯府出了一桩大事，妹妹怕是不知道吧？你说的是谢景瑜休妻一事吧？啊！想必这位苏姐姐就是被侯爷休了的夫人，被休的女子丢尽脸面，无处可去，只能进宫当宫女，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皇上看中。不会吧，景念，你怎么会沦落至此啊？能被他休掉是我的福气，不算是沦落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当这宫里是什么人都能进的了。妹妹，你今日来寿安宫向太后请安，莫非你是来讨好太后的？姐姐误会了，其实我是……这位苏姑娘不知道得了哪位高人指点，知道后宫女子不好混，想来巴结太后吧。我昨日与皇帝大婚，啊，如今我是盛京的皇后。什么？真可笑！我虽未见皇后真容，却也听说昨日皇上亲自出宫接驾，那聘礼啊，可是一车一车的，可见阵仗如此之大，皇上有多重视新皇后。若你真的是新后，怎会穿得如此寒酸？拜见太后，以真诚为贵，又不是参加选美大赛，难不成穿成个花孔雀有何意义？景念，想不到多年未见，你还是如此嘴硬。你新进宫，这宫里规矩多得很，你这倔脾气也该收一收。像你这样的，仗着自己家里有军功就敢自称是皇后，若是让皇上知道了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对了，皇上知道的新后是你吗？罢了，今日只是来见太后的，犯不着非要争这一时之气。景念，你初来乍到，也别怪莫才人说话难听。这宫里啊，谁得宠谁就是天，这规矩还得一点一点学。秀芝姐姐不必担心，你少说两句。待会儿皇后娘娘要来拜见太后，在皇后娘娘面前，切记不可再耍脾气。吵什么了？太后还未到，你们几个叽叽喳喳议论什么了？不知道这后宫的规矩吗？见过张嬷嬷。张嬷嬷，你是新来的宫女？之前在宫中未见过这号人，怕是刚来太后宫中伺候的。你的教习姑姑没教你规矩吗？见了人不知道行礼吗？论尊卑行礼，应该是张嬷嬷向我行礼才是。你说什么？好大的口气！你可知我是谁？你胆子真大呀！见张嬷嬷如同见太后，在太后娘娘还是先皇妃子的时候，她便跟着了。姑娘如此张狂无度，你以为这是在家里吗？看来得把你送去刑务司尝尝苦头才行。刑务司？那是什么地方？一个能让你这样张狂的宫女乖乖听话的地方。我虽敬重太后，但殊不知太后身边居然有滥用刑法之人。看来这后宫的风气真需要好好调教调教了。你说什么？嬷嬷，她可是李才人儿时宫外的朋友，之前在侯府做夫人的，刚刚被夫家扫地出门。这侯府夫人做惯了，肯定是一时半刻适应不了这礼节制度。你以为这是在侯府吗？在这里耍你夫人的威风？本宫与谢景瑜已经和离，这辈子跟谢侯府再无瓜葛。这位木才人，不管你在宫外听到些什么，还需要你以后说话注意一些。本宫再重申一遍，本宫已是皇帝旨，与谢侯府再无瓜葛。哎呦喂，您瞧瞧，连皇上都搬出来了呢，真是好大的面子啊！来人，给我去查一查，他是哪天入宫的？
如此不守规矩，找到他的教习姑姑，严惩不贷。是。景念，你何必得罪张嬷嬷呢？她是太后娘娘的人，你这是自断后路啊！秀芝姐姐，如果我说我真的是皇后，那个消息，妹妹此话当真？不然呢？我说的自然是真的。景念，你可是犯了大错了，这皇后娘娘的名号岂是你能冒犯的？李才人，你不要替她辩白了。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，我若是禀报了太后娘娘，怕是你这位宫女朋友也保不住了吧？爸，当初燕安在我耳边不停地跟我说他是皇上的时候，我也不曾相信。这下，我可理解他的憋屈。嬷嬷，我可听说这位新来的宫女在宫外还有个孩子呢。什么？嬷嬷，教习姑姑说新来的宫女里没有这个人。本宫刚进宫一日，没有通知各宫府邸，不认识自然是情理当中。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是怎么进宫的？本宫自然是皇帝亲自花轿凤辇抬进来的。景念，你不要再多说了。就算太后娘娘不在这儿，若是被那些有心人听得去，报给皇上，报给皇上？莫非你想用这一招争宠啊？争宠？你们一个个除了互相争宠、互相猜忌，平日还能做什么？当日我让叶安在宫外设立学堂，是为了教导那些没钱读书的孩子们。看来我就应该在宫中设立学堂，也给你们增加一些课余爱好。你也不要在这里逞口舌之力了。太后娘娘马上就要到了，若是此时你能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便考虑考虑你刚刚的大逆不道之言，我就不会告诉太后她老人家。穆才人不愧是太后娘娘看中的人，心怀仁慈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得到陛下的恩宠。皇后娘娘，您要的羹汤已经送到了。啊！公公先放那儿吧，一会儿我亲自给太后娘娘呈上去。是。公公，你刚才叫谁？皇后娘娘？回李才。李才人，你怕是耳朵不好使了。方才公公说的可是皇后娘娘的羹汤到了，想必是皇后娘娘刚把汤送过来，稍后和太后一起来吧。穆才人所说在理，在理。有什么可在理的？你们这编的，太后本人知道吗？公公，她真是皇后？奴才只是奉命送羹汤过来，皇后娘娘凤仪万千，且是昨日才进宫，奴才哪里有福分能见到呀？原来如此，竟然敢自称是皇后娘娘，派头倒是大得很。稍后皇后娘娘真的过来了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爸，当初燕安在我耳边左一个皇上右一个皇上的，我一概不相信。这下你们一个个在这里蹦来跳去的，算是我的报应吧。公公，把汤给我吧。那有劳了。一个小小的宫女，竟敢以本宫之称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看来老奴今天非得好好教你做人不可。我一再忍让，你居然敢动手！我告诉你，我苏景念不是你能欺负得了的。景念，你少说2句，这是在宫中，不是在将军府。嬷嬷，景念他在将军府骄纵惯了，这武将世家嘛，性子总是有些烈的。性子再烈，也不敢自称是本宫，跟太后身边的嬷嬷顶嘴，好一匹野马。但后宫可不是草原，这可是皇后娘娘的羹汤，在你手中摔碎，该当何罪？穆才人，对付这种宫女，老奴最有经验了，我动手是不行的。那就交给嬷嬷处置了，先把她打到服气，再送去刑务司做苦力。你敢动手？敢动手那就来！忘了告诉你，上一个对我动手的，下场可是很惨的。这镯子价值不菲，敢问张嬷嬷，一个月月俸多少？要攒多少年，才能有这般价值不菲的镯子？一只镯子而已，老奴得人赏识，自然有人奖赏。怎么，你嫉妒了？快放开我！皇上日夜辛苦，一直在朝中千里参观一时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贪得无厌之事居然蔓延到后宫来了。你敢打我！
很殷实。若太后看到这般景象，她会作何感想？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送去刑务司！要将谁送去刑务司？要将谁送去刑务司？恭迎陛下。这真是没想到，偌大的后宫，竟然是如此藏污纳垢之地。张嬷嬷，此物你作何解释？皇上，嬷嬷只是教育一个不懂事的宫女，您就别为难嬷嬷了。你是谁？皇上，您忘记了那年杏花微雨？朕不认识，再不认识，连你一起送去刑务司。皇上别生气了，都是我这景念妹妹不好，她初来乍到，不知道这宫里的规矩，冒犯了您。你又是谁？奴婢李秀芝，皇上您不记得了吗？几年前在圣经湖畔，也不认识，不想被砍头的。这是上次的野菜汤。回皇上，莫才人刚刚说要管理后宫呢，这汤啊是不小心被某人打翻的。皇上，若是皇后娘娘知道了，她是不是会发很大的火？皇上明鉴，这羹汤是小宫女打翻的，臣妾只不过是替您教育一下她。你不过是仗着自己有些身世，进宫得了个才人的封号，朕的后宫轮得到你来管？这宫女究竟是什么来头，能得陛下这样护着？陛下，就算陛下怪罪，老奴也今天不得不说，这小宫女第一次到寿安宫做事，气焰嚣张得很。就算陛下责罚，这等女子也不能留在身边。张嬷，你也是太后身边的老人了，怎会糊涂至此？她是朕的皇后，在后宫里，爱怎么嚣张就怎么嚣张，轮得到你管吗？太后到！皇后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嬷嬷，你怎么跪在地上？太后娘娘，老奴不中用了，被一个无法无天的宫女凌辱至此啊！这羹汤，夫人，这个是野菜汤，清热解火，对你嗓子特别有用，是我娘之前教我的。你这孩子，竟然还一直记着我喉咙不舒服的事。太后娘娘夸奖了，此汤是御膳房所制，应该比我做的好吃一点。口味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这份心。太后娘娘，这新来的宫女气焰嚣张，处处为难我们，连皇上都护着她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朕方才说了，她是朕的皇后，你听不到吗？别吵了，翠果在。翠果一出来，必定就是长嘴的。后宫里这等狐妹子多了去了，看来太后也容不下这等人。太后娘娘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一个小小的才人，竟对于当今皇后不敬，竟还打翻哀家的羹汤。纪念后宫之方，以后可要好好的整治。是。景念，你真的是皇后娘娘啊？不可能，皇上怎么会娶一个嫁过人的女人当皇后？朕要谁当皇后，轮得到你来管吗？我看你们日子还是太好过了。来人，将穆才人送往刑务司，好好学学宫中规矩，让他知道什么叫贵贱尊卑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今后朕的身边有皇后一人足矣，无需他人。至于你，张某，待朕查明你在向何人索贿，与你有关的人，通通跑不掉。陛下饶命啊！皇后娘娘饶命啊！怪我一时糊涂，怪我初有蒙了心，皇后娘娘就在眼前，视而不见。太后娘娘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你不能如此绝情
情啊！哀家见你就生气，不是因为你对皇后不敬，而是你把这不正之风带到后宫，还处在哀家的身边，把你送到刑务司，这都是轻的。张嬷嬷，如果你可以供出受牵连之人，倒是可以从轻发落。护公。若不是今日张嬷嬷一事，朕竟不知这南郡王之祸，竟牵扯到了如此之多的人。皇上，你当日被下毒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吗？当年南郡王与朕一同争夺皇位，虽然如今在皇位上的人是朕，但他心中仍有诸多不服。这些年也笼络了不少势力，企图谋反。朕屡次纵容他，没想到他还是有恃无恐。如今他已蹲在大牢之中等候问斩，朕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？怎么了？臣妾谢小妍安，解臣妾与谢家之位。臣妾觉得小妍安当皇上也有很多无奈，看来当皇上也不是万能的。当日朕口口声声说朕是皇上，你就是不信。如果皇上是万能的话，你也不会这么久才知道朕的真实身份。不过现在朕倒还真有一个心愿。什么想法？朕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好不好？陛下，靖安侯府派人送礼来了。靖安侯府？这个谢景瑜可真是把旧物利用到了极致啊！你认得这簪子？实不相瞒，这簪子乃是我与他成婚之时我娘家置办的嫁妆，可惜当日从谢家出来，只带走了娘家的财物，当时的嫁妆还留在谢府中，倒是便宜他们了。陛下，侯府的人还等在外面，您看看是见还是不见？见，当然见。靖安侯府谢景瑜给皇上请安。往日在宫中活动的都是侯爷，今日怎么是谢公子前来？皇上有所不知，家父被奸人所害，如今卧病在床，不能言语。听闻皇上大婚，此乃整个盛京的喜事，家父特意命我亲自前来送上贺礼，以表诚心。当日侯爷爬到地上，捡起了那点药渣子吞下去，看来性命倒还真保住了。哎呀，这侯爷当得真不容易，一把年纪了，还要被奸人所害。那个奸人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来给朕听听。臣恳请皇上为谢府做主啊！这谢老爷可是一品侯爵，家大业大，这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冤屈？要朕来亲自为他做主啊！皇上，臣所说的奸人乃是一名戏子，可他却与将军府关系不明不白，更是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臣的结发妻子，夺走了谢家的财产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继续说。禀皇上，这镇威将军府上苏锦念也是一个胆大包天之人，他竟伙同那戏子一起演戏，那戏子也是个欺世盗名之人。此人罪大恶极，更是亵渎了皇上的天威啊！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胆大包天之人，那你说说，这个奸人是如何亵渎朕的天威呢？此人冒充皇上和宫里的公公，伪造圣旨，让臣与结发妻子和离，更是设计陷害了家父。家父如今仍然卧病在床。那谢公子今日有何所求啊？将军府苏锦念与那戏子欺君罔上，臣恳请陛下做主，将将军府财产还给谢家。至于那二人欺君罔上，理应即刻处死。世间都说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昏君，如今一看，这谢公子的手段倒是比朕还要凌厉。皇上，臣此言都是为了社稷，为了理智着想啊！若是圣经之中人人都是这等欺世盗名之徒，这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了吗？朕真没想到，
这朕的江山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胡言乱语之辈做主？这靖安侯乃是先皇所封，可如今依朕看来，完全配不上这个分量。仗着先皇那点恩泽，连谢公子都能信口雌黄了。皇上，臣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半点虚言。就凭你要治朕和朕的皇后死罪，朕就足以杀你上百次。你不是那个？谢景云，别来无恙了。你不在家中陪你的新婚妻子，反来宫中恶意诽谤，真的很闲。你竟然是真皇上！你竟然是真皇上！当日侯爷救驾有功，朕赐予他九龙紫金丹，是你们谢家自己不争气，把他给毁了，如今却要怪别人。苏锦念，你怎么会认识皇上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跟皇上可是生死之交，我与他的莫大缘分，岂是你这样凡夫俗子可以参透的？你看，这谢公子的脑回路明显比你慢多了，他到现在都不相信朕的真实身份。谢景云，你不会在想，这偌大的皇宫是不是我们租的吧？方才你在朕的面前污蔑朕，朕的皇后也在你府上吃过不少苦头，如今侯府已不堪为重臣表率。不可！靖安侯府乃是先皇所赐，不可随意更改啊！先皇所赐，那不也是人封的？既然是人封的，那就可以由人来更改。刘公公，奴才在。侯府仗势欺人，屡次为恶，谢景瑜更是品行不端，全府上下贬为庶人，财务充公。是。皇上饶命啊！我下次再也不干了，皇上。下次？你还想有下次啊？锦念，你我好歹也是有夫妻情分的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我爹还卧病在床，谢家不能被抄家呀！锦念，侯爷的病，朕已给过药，可惜当日你死活不信。侯爷有如此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谢景，你欺君罔上，留你一条狗命，让你全家贬为庶人，已经是皇上的莫大恩德，你还不快滚！锦念，你不可如此无情啊！锦念，谢景，我全想要你性命，让你像我一样绝望，但如今看，让你凄惨活着，才能赎你的罪孽。来人，带出去！锦念，你救救我啊！锦念。谢家这样的势力，说没有与朝臣勾结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今谢家一倒，不知又要扯出多少人来。毕竟这银子是个好东西，多少双眼睛都直勾勾盯着呢。皇上，如今景念已经是这宫中的皇后，以后一定会为皇上严加管理后宫，为皇上分忧。像张嬷嬷那种事情，一定不会再出现。好，那今后朕再招100个妃子进宫，就有劳皇后多多管教了。皇上，前脚才说要遣散后宫，后脚就说要纳100个嫔妃。皇上是不是精力太旺盛了？不如让臣妾调假。自古以来，帝王后宫3000，想得一知己，确实难如登天。朕本应是个已死之人，这一生不敢再奢求太多。皇上不要乱说。对了，皇上，怎么近日未曾见过那索命的鬼差？陛下，不好了，南郡王又越狱了。又越狱了？他都越狱多少次了？往日怎么不见他有这等身手？这次守在天牢的，不是你最信得过的人吗？属下失察。陛下，这次在南郡王的牢中，只发现了此物。你该不会是要说，他是用这东西越狱的？你看朕像傻子吗？只要功夫深，天牢我都给你磨成平地。本王命不该绝，迟早会出去的。昏君，你就给我等着吧。
神，朕本来以为朕的命够硬了，没想到这位南郡王的命硬过朕100倍。皇上，此物不一定可以帮助他越狱，但想必他在这狱中有奸淫之人，已是不争的事实了。陛下，其实南郡王在牢中还留了一封血书，只是信中内容……朕能看的，几念就能看。陛下，此事事关先皇立储，还望陛下慎重。怎么，这血书上该不会还写着南郡兴，盛京旺吧？朕在这位置上坐了这么多年，区区一封血书，还能动摇国本不成？皇上，臣妾在这有诸多不便，后宫不宜参政，臣妾先行告退。拿来吧。皇兄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是输了。神，这儿呢，当真是个蠢物！你还真以为凭那玩意儿还能把这天牢挖开不成？你是谁？和你一样，想杀萧燕安的人，不，想杀萧燕安的鬼。老子现在虽然是鬼，但是君子善假于物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我收不了的鬼，你来替我收。事成之后，我恳请阎君给你增加3年阳寿，如何？3年？3年？你糊弄谁呢你？3年连皇位都做不正。我若不救你，2天后你就要被我斩，你还敢给我讲条件？那又如何？倘若你说的是真的，7日后你收不到魂魄，便回归地府，魂飞魄散。5年，不能再多了。30年。好你个狮子大开口！成交，30年就30年。好，他有个忠实的部下，名叫萧影。到时候本王只要扮作萧影的样子，见了他的身，本王便可要了他的狗命。好。皇帝之位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是个昏君。除了自杀，便没有别的本事了。若这皇位给你，你猜你能做几年？鬼差已经答应我，要给我30年阳寿。你如今都快死了，还敢如此嚣张？可惜了，新皇后入宫第1天就要守活寡。皇兄，你放心。嫂嫂如此美丽，我定会替你好好待她的。不准你碰她！等你死了，我就是皇上。如此绝世佳人，岂能有不碰之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。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不就是要皇位吗？我给你！我告诉你，萧武，一个窃国者。你以为你当上了皇帝，圣京的百姓就会拥戴你吗？但我的阳寿还长，可以慢慢令圣京民众臣服。一想到我坐上皇位之后，你就是我的皇后，我就感到无比的刺激。贼子住手！萧影，你来设计就麻烦了，那就快撤吧，不然萧影他也活不成了。陛下。你为我争回来的命，我这就还是还给我。哎，嘿嘿。当真是我看走了眼，还以为你有那造反的本事就能成大事儿。结果就杀了1个，还是半死不死的。你在这幸灾乐祸什么？你自己不也是屡次败北？我当时差一点就成功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失败吗？你话太多了。那可是我皇兄，我恨了他这么多年，
眼看他就要死了，我多说两句怎么了？你话就是你散了。今夜我亲自去收萧衍安的魂魄。只要我能恢复一丁点法力，就能轻轻松松将那苏锦念的魂魄一同收了。扣你，从前我只当你是个好人，就是为我着想。可如今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突然好害怕。你不准死！呀，你不准死！太医呢？太医也不在了，侍卫也不在，刘公公也不在了。这宫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清啊？走，真相是如何？朕心里有数。人反而亲近。不行，还有一丝希望就不准放弃。我告诉你，萧炎，你如果要死了，我也不苟活。大不了我们再下一次阎王殿，我再帮你撕一次生死簿。儿啊！你不能让哀家这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啊！这萧衍安实在命硬，从白天到黑夜，怎么魂魄还没离体啊？我虽没法力，但是对付一个奄奄一息之人，也是足够了。大哥，快扶太后回宫，好生照料。是。更不睁眼了，妈呀！你醒醒，你不能死呀！阎王要你3更死，非要苟延残喘至5更。生死簿是我撕的，要索命就先来找我。哼，还分什么你先我后，一个都逃不掉。二位，上路吧！成了。萧炎，什么情况？这鬼差怕符，上次就用这招将他制住的，没想到这次还有用。鬼差大哥，这同样的错误你能犯2遍，朕都有点心疼你了。下次记着，不要站在门口说话，小心符咒。你骗我！你又骗我！抱歉，朕这次不是有意的，对不起嘛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看来朕没猜错，留着萧武一条命，他的那些党羽就一一冒出了头。要是真把他给杀了，反而错失了抓卧底的好机会。陛下，这些党羽一共103人，遍布在宫中各处，如今已经全部抓获了。只是有一个人比较特殊。什么人？此人虽与南郡王走得很近，但似乎不属于叛党一伙，而且穿着极其古怪。属下将其样貌画了出来，陛下您看看。你忘了，这是位老朋友了。这年头啊，连鬼差索命都要假借活人之手，看到朕都想在崩逝之后去接管一下阎王地府，帮他们好好治理治理。陛下，你越说我越听不懂了。朕倒是有个好办法，你去天牢把萧武的牢房门打开，务必让他们把萧武救出来。什么？属下没听错吧？这鬼差棘手之处，并非是他有多厉害，而是他出现的飘忽不定。这次朕假意被萧武刺杀，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把他给引出来，然后把他给控制了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真的驾崩了。不要害怕嘛，下次不准这样了。受不了了！你们2个非法重生，2条命都还在阴间挂账呢，还有心情在这儿谈情说爱？鬼差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朕认得你。
朕继位的第2年，攻打百越蛮族，回程途中经过碧水镇，也就是在几日之后，整个圣境就传出了朕屠了碧水镇，什么烧杀掳掠，什么强抢民女。朕随即派人去调查此事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好意思说，要不是你带兵屠村，我妻子女儿也不会被掳走。果然是你。朕在碧水镇的时候，就是你们一家人接待的。也就是在碧水镇一事过后，朕暴君的名声也传开了。你还记得我啊？真没想到啊！萧炎，这个暴君，当年你屠了全村，我就发誓到死也不转世。等你死，变成鬼差，亲手夺取你的魂魄。然后弄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魂魄没取走，还弄成这个样子。燕君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断不可让他失望。朕也看得出，你如今没了法，只是这生死之事事关重大，朕一时间想不出该如何补偿你，只能将事实全盘托出。这碧水镇屠杀一事与朕无关，若你信得过朕，朕必将此事彻查到底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也向你保证。查清真相都是屁话。再过12个时辰，燕君就要召我回地府了，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来这阳间了。阿水，我恨我无能啊！我变成鬼都不能替你报仇，我恨呐！哟，这不是我们阎王大人的部下吗？怎么，萧炎安的魂魄收了？阿水，阿水，你要干嘛？你这个阴间东西，离我份儿远点。阿水，阿刚，是你？哎呦，在这儿都能遇见熟人。阿水，我就知道你还记得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女人啊，贪图权贵，当时求着本王收留她。本王看她有几分姿色，就收留了她和她的女儿。阿水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我女儿呢？我女儿呢？卖了。本王的女人啊，那必须得是干干净净。我怎么会允许她带着她的拖油瓶？阿刚，我也是为了活命，你不要怪我。你们在碧水镇，我早就给你过够苦日子了。跟随南郡王，日子比以往好上100倍，我有什么错？你说什么呀？不瞒你说，那日在碧水镇，是我偷偷放南郡王进镇子。我早就跟你在穷乡僻壤过够了，我追寻自己的幸福有什么错？竟然是你！是我错怪了萧炎安，群中的恶贼原来是你！如今你法力尽失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可别小看了我们鬼差，反正横竖都是做牛马的命，此生即便多为冤鬼，我也要向你索仇！阿水，你不是喜欢跟着他吗？那就跟着他，一起死吧！从这些记录看来，当日碧水镇之祸就跟萧武脱不了干系。是萧武为了一己之私，害了那么多人，还平白无故将你诬陷为暴君，是该给他些颜色看看了。不过臣妾一直有一事不明白，什么？当日萧武伪装成萧颖的样子，还捅了皇上你一刀，臣妾明明看见了，而且当时你好像没有穿软甲，为什么伤口恢复的如此之快呢？今年朕有一事
不得不告诉你，什么事？自从你撕了生死簿那一刻开始，你我二人恐怕是求死无门了。求死无门？意思是我们死不了了？凡人固有生老病死，此乃天道。若逆天而行，必然遭天谴。朕已经想清楚了，朕会跟那鬼族商量，他可以带走我的魂魄，但我会恳求他饶过你。所有的因果我一人承担。不行，皇上要是死了，留臣妾一个人苟活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要死一起死，要生一起生。今念，您是朕的恩人，纵然朕死过10000次，只要能保你一次就已经足够了，我都会不遗余力。生死不是臣妾死的，要报应就报应到臣妾身上，臣妾不允许皇上。陛下，并非是臣有意破坏氛围，只是有2件事不得不禀报。说，一个是静安侯府，谢侯爷听说侯府上下被贬为庶人，金银财宝被尽数没收，谢侯爷气死了。谢景瑜和苏红红2人被贬为流民，今日已经被放逐出城了。朕知道了，还有吗？今日清晨，南郡王死在府上，死相凄惨，府中人说昨夜闹鬼，南郡王的人已经被尽数收押。闹鬼？难道是南郡王府上有人托我给您带了一封书信？是那鬼差。我阳寿未尽，你不能杀我！地府有地府的规矩，即便你是鬼差，也不能杀我。阳寿未尽，我有的是办法带你回地府。你手底下不就有好几个会易容的高手吗？你正在扮演萧影的样子去刺杀萧衍安，也没被发现吗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个贪图荣华富贵的贱人，坏事做绝！我手下缺萧衍安和苏锦念2人的魂魄，不如拿你2人的来交换吧！啊！李延君，小的已将这逃脱的2个鬼魂收押归案。大人，我不是山羊，我真的是山羊，您看清楚啊！大人，我的脸被……闭嘴吧！2人非法重生，已经坏了6界的规矩。永生永世不得投胎成人，只配在畜生道和恶鬼道投胎轮回。大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不要再说了，本王这次不想再听你多说一句。来人，带他去，先拔舌头，再下油锅。大人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不是饶命！你收押这2个鬼魂有功，下辈子虽然不用再做牛做马，但你那点功德，后代做人还有点勉强。小的心愿已了，来日做什么全听大人的。那你便投胎到300年后的圣经吧，那里是太平盛世，没那么多纷争。是。哎呀，每日看折子疲累无比啊！还好，这有你在身边。皇上，自从300年前那鬼差没了踪影，我们就一直是这副模样。既然死不了，不如咱们换种活法。比如呢？比如咱们去乡下，当个贫农，你耕地，我织布。好主意啊！朕都当了300年皇帝，一直对外谎称，当年你我2人南巡途中和你一起误服不死药，搞得呀，这些居民一波接一波，都去修仙去了，田地无人耕种。要是朕去当贫农，倒是起了带头作用。刘公公，哎，奴才在。明日朕要去乡下当贫农，以后这宫中之事，
就交给太子处理了。这太子时间太长，孩子太多。这一届太子是谁来着？皇上，你真该吃点好的，身体上记忆了。这届太子是程轩。哦，对，啊，刘公公，这宫中之事就交给程轩来打理了。是。皇上，这太子都换了一代又一代，回头每一任公公都叫刘公公，要不然以后咱们的孩子也都叫同一个名字。那不行，你我的孩子怎么能如此随意呢？不过皇上，臣妾怎么瞧着这一届的刘公公这么眼熟？你我见过的人何其之多，那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只要你我不相忘就够了。臣妾知道，皇上一定不会忘了臣妾，只是臣妾苦恼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又要起个什么名字才记得住？是，该叫什么名字？什么？你又怀了？啊，又怀了。哎呀，这次的名字还是由朕来起的。哎，不行，这一次应该是臣妾取。不，上次是你取的，这次该轮到朕了。皇上，上一次是您取的，您说好让臣妾取的。上次是你取的，